时间过得真快，也真残酷。转眼间，距离于朦胧离开我们已经过去将近100天了。就在这个百日节点，海峡对岸，台南的街头，高雄的寺院，没有红毯，没有镁光灯，只有普通人为于朦胧点灯、诵经，讨一个迟来的公道。一边是百日未散的人情温度，另一边却是树倒猢狲散的现实唏嘘。范世琦的绯闻女友突然发声辟谣，而范世琦本人也开始有了奇怪的动作。今天，我们就从这一盏跨海的烛光开始，看看谁在纪念，谁在逃离，又是什么样的娱乐圈逼死了那个越扒越干净的人。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先告诉大家一个暖心的消息，在于朦胧离世快100天之际，台湾民众12月13号在台南著名的国华街专门举办了一场为于朦胧讨公道的联署宣传活动。紧接着第2天，也就是12月14号，在高雄的弘法寺，粉丝们又为他举办了点灯和诵经活动。祈愿于朦胧能够跟随在诸佛菩萨身边修行，不再受苦。祈愿佛菩萨加持，让一切众生不受身心之苦，远离恶友，善友护持。祈愿所有一切众生平安健康。现场并没有布置得奢华浩大，但网友们说，这场送别算得上体面。你看，真心的怀念不需要排场，只需要用心。台湾粉丝的这份努力一直没有中断过。我想，如果于朦胧在天有灵，应该能感觉到欣慰吧。这一幕让很多网友破防了，有人留言说，台湾人真的超级有情有义，好感动。还有人说，看到有这么多男性的朋友参与，真的很感动，喜欢他的人无关性别年龄。是啊，这就是人性的温暖。对比那个冰冷，甚至可能在极力掩盖什么的娱乐圈名利场，这些普通人的善意才是最真实的。一边是粉丝的深情，另一边却是圈内人的急于脱身。大家应该还记得范世琦吧？在外界的传言中，他被指控和于朦胧的离奇离世有关联。虽然他本人发过声明，也说要提告，但争议始终没有平息。在网友的抵制下，他的演唱会被取消了，人也很久没有参加公开活动了，偶尔在社交平台露脸，评论区也被一片骂声和质疑声占领。就在这几天，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范世琦的绯闻女友张艺凡，她的后援会突然在14号凌晨发声，辟谣了2人的恋情。这事儿微妙在哪儿呢？要知道，这2个人早在2024年初就被拍到一起亲密回家，当时谁也没有否认。今年3月，还被路人偶遇一起去环球影城玩。粉丝们甚至扒出来他们戴同款口罩，用同款手机壳。以前甜甜蜜蜜不辟谣，现在男方深陷舆论泥潭，事业眼看要凉，女方突然跳出来说我们没关系，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大难临头各自飞。不少网友觉得这就是分手的信号，是要和男方彻底划清界限。这也从侧面说明范世琦现在面临的麻烦可能比我们看到的还要大，大到身边人必须紧急跳船求自保。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
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您的来源 IP， 也知道您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您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的专属优惠码大10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说到范世琦，最近网上还流传出一段非常诡异的视频。大家看看，在全球网友的高度施压之下，这个凶犯基本上是疯掉了。范世琦这是跳的是什么？大家看看，应该是精神不正常了啊，这也是报应。视频里，范世琦在跳舞，但那个动作和表情，怎么说呢？非常夸张，甚至让人觉得不舒服。有人看了之后说，他是不是在全球网友的强大压力下精神崩溃了，疯了？但也有一部分网友分析得很冷静，他们觉得这可能是一种东南亚风格的民间舞蹈，难度很高，不像是疯子乱跳的。甚至有人直言，这人心理素质强大得很，但凡是把灵魂卖给魔鬼的人都豁得出去，这是在装疯卖傻博同情，或者是转移视线。当然，现在 AI 技术这么发达，也有人怀疑这视频是不是 AI 合成的。大家觉得呢？这是在释放什么信号？还是真的是 AI 合成的？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看着这些纷纷扰扰，我们再回头看看于朦胧，真的很讽刺。一般来说，明星去世后，往往会有各种黑料被爆出来，但于朦胧是个例外。他离世后，网友们拿着显微镜去扒他的过去，结果发现他是娱乐圈少有的越扒越干净的人。他节俭、孝顺、敬业、善良、体贴，这不是通稿里的人设，而是藏在细节里的真实。举个小例子，有一次他出席活动，身后站着个小男孩，那个孩子一直探头探脑，想在镜头里露个脸。于朦胧发现了，他没有挡着，而是主动后退，把小男孩让到前面来。而在那个孩子的另一边，另一个人却用手臂挡着，生怕孩子抢了镜头。这就是教养，这就是善良。他总是处处考虑别人，关照别人。可就是这样一个温润如玉，甚至有点傻的好人，却在那个大染缸里被逼到了绝路。我们昨天的节目曾经提到过，于朦胧生前因为拒绝公司安排的所谓女大佬的资源，被公司骂是赔钱货。因为他不愿意出卖自己，资源就被转给了别人。随后就是长期的打压，不让他火起来。这不仅仅是于朦胧一个人的遭遇，这是整个生鱼生态的缩影。为了让大家更明白于朦胧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们来看看另一位演员于少群最近的爆料。于少群大家熟悉吧？演过梅兰芳，拿过金马奖，底子非常好的演员。但他这几年很少在电视上露面了，为什么？前2天，他在一个访谈节目里说了大实话。他说，不是他没能力演，而是他不愿意被规则裹挟。他直接点破了内地娱乐圈的潜规则，资源是靠社交维系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去混圈子，要去参加那些毫无价值的饭局，要去陪酒，要去说场面话。于少群说，那些饭局上没有一句真正有价值的内容，但他如果不去，就算你戏演得再好，
你是个新人或者在沉寂期，就无人问津。你一旦红了，所有人又蜂拥而至。市场现在是用熟不用生，流量至上。于少泉讨厌这些虚伪的社交，甚至一度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最后选择逃离影视圈，回到了戏曲舞台。网友说，于少群是人间清醒，但我们反过来想，像于朦胧这样年轻、外形好，又有流量潜力的偶像，他面临的社交压力和潜规则诱惑，绝对比于少群要大得多，凶险得多。于朦胧拒绝了女大佬，就等于拒绝了这个圈子的通关密码。在那个体制下，干净竟然成了一种罪过。当然，也有人选择硬扛，比如演员徐百惠，出道21年，演了88部戏，你可能叫不出她的名字，但你可能看过她的脸。她也是个狠人，早年大制作选角，制片人暗示她，懂事的演员机会多。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懂。徐百惠直接拒绝，坚持只谈剧本，结果当然是错失机会。她说，演戏是我的热爱，不是用来交换的筹码。这21年，她零绯闻，不炒作，甚至连合作男演员的互动路透都没有。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红不起来。她的代言费连流量明星的零头都不到。徐百惠活得通透，她可以在菜市场砍价，可以过慢节奏的生活。但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她这样，在资本的夹缝中找到一丝生存空间。对于像于朦胧这样被签约公司控制、身背高额违约金的年轻艺人来说，拒绝潜规则往往意味着被雪藏、被霸凌，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于朦胧离开我们快100天了，台湾高雄弘法寺的灯光很亮，但照不透内娱深不见底的黑幕。范世琦那边的各种怪异举动，或许只是冰山崩塌前的一角。我们关注这件事，不仅仅是为了于朦胧一个人，我们是为了所有那些想在这个行业里凭本事吃饭、干净做人的年轻人。如果于朦胧们的结局只能是堕落，那这个系统就是有罪的。我们会继续盯着这件事，盯着那些还在装疯卖傻的人，盯着那些试图掩盖真相的手。最近，另一个艺人的离世也在网络上刷屏了。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12月13号，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被公认为内地古典第一美女的何晴走了，享年61岁。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愣了很久。对于很多80后、90后来说，何晴这个名字代表的是一个时代审美的天花板。她是唯一一个演遍了中国4大名著的女演员，《西游记》里的灵吉菩萨连练，《红楼梦》里的秦可卿，《水浒传》里的李师师，还有《三国演义》里那个温婉的小乔。在那个没有滤镜、没有整容脸的年代，她美得像一幅画。何晴2015年被曝患上脑瘤，病情已经扩散到多个器官，无法手术。可能是因为患病的原因，何晴晚年很少公开露面。但对何晴患病一事，夫妻2人一直没有公开回应。何晴离开的那天，恰逢北京初雪，在15号的告别仪式上，她和前夫许亚军的儿子许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哭着说了一句话：这场雪是为他而下的。何晴骤然离世，让很多网友感到意外。不是吧？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啊？童年回忆啊，就这样走了？如果您也记得他，记得他演过的小乔或李师师，请在评论区打出一路走好。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